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组嘉宾，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卢先生，38岁，来自吉林，网约车司机；霍女士，35岁，来自吉林，全职主妇。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婚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缺钱呢，因为我家现在5口人，经济压力确实比较大。我老公现在在家躺平了，也不往家拿什么钱。以后我家这5口人该怎么生活啊？我怎么躺平了？以前没日没夜的赚钱，现在不也是供着他花吗？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3个孩子他从来都没管过，他都不知道我照顾这个家到底有多辛苦。他就是一直看不上我，总拿我跟别人老公比。我就想问问他，我怎么做他才能满意？5口，3个孩子。对，说说吧，都什么情况啊？现在家里边，我们家一开始就是挺幸福的一个5口之家，虽然说孩子比较多，但是还算可以。我们俩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屯的，虽然说不是很熟悉吧，但是也都了解一些情况，一起长大的嘛。然后他对我就是挺有好感的，一直追我嘛。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排斥、不同意的，因为他家庭条件嘛不是很好，但是他就是这半年多吧，对我就是挺好的，一直追我，然后我也就是被他感动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结婚了1年多，有了我大女儿，几年之后有了我2女儿和我儿子。就一开始还挺好的呗。对，一开始他挺好，他就是挺上进个人。然后虽然说不是说挣很多，但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就是可以。因为我们家是养车的嘛，然后他1天半宿那么干，然后干的确实也是挺来劲儿的。然后现在他呢，别说1天半宿了，一天加到一起也就4、5个小时左右吧。他就是咋的呢？出租车这行业也不怎么太好，以前呢1小时能跑个30、40块钱，现在可倒好，就1小时也就是10块8块的，结果那个连费用都出不来。他呢，我正是好时候来个电话，老公啊，接个孩子了，整这事整那事的。但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呢。我的朋友不是干工程的，就干网络的，都挺有上进的，1年了2年了也回了一趟，就每次我都给他报备，因为他总出去，他这朋友都回来都有几个月了，总出去，这1周都得出去好几次，然后我都吵了1次，我以为他能挺一段时间哈，然后再给他打电话，他还是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吃饭也还行。在一起打牌，我告诉你，我朋友都是有钱人，那不是说单纯的出去玩牌喝酒了，而是说啥呢？你出来就行，看看你这现在是收入也不那么好，你家3个孩子压力挺大的，就想拉吧我。有一次出去打麻将是啥意思呢？不是单纯打麻将，就是玩玩，开心，喝点茶了，唠唠嗑了，就是想拉吧。给他打电话不好使，他就不让我出去，人说了，说你出来。完了，这哥几个给你拿点钱，你回去给你补上。怎么兄弟还凑钱给你带回家给媳妇儿？这啥意思呀？我跑车钱没跑出来呀！给你钱，你给你媳妇儿，就说你今天跑车挣的钱，就这么回事。出去10次就给他1次，他好意思说呢？那他要4次出去回来都能带钱回来，这买卖能干吗？不可能，人家开那个一个玩笑，说让他出去，他就当真了。哎，他说了，是他兄弟们准备拉吧他，有什么小生意带他一起干，是有这事儿。你说老师，我要不说这事儿还好一点啊，在一起吃饭的，确实是有一个，就是我也认识那个，然后叫小刘，就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确实是人家就是挣着钱了，1个月都得挣好几10万，确实是可以，这个咱也承认。但说人都接触多少年了，10多年了，这个网络那个行业，他根本都不懂，人家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人就说过说带他，你说你都不懂，人怎么能带你呢？你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怎么白日做梦了呢？他就现在一直瞧不起我了，我干啥都不中，就是你开出租车，干2个多小时，你别歇着，这才是达到他的满意。不是你干别的事要赚钱了也行啊，或者有奔头也行。人小刘就告诉我了，在家你就待着，网络这块有缺位时候给你打电话。那你咋好意思说呢？啥时候有缺位啊？在家等着呗，先。不是缺位来了你也上不了啊，你没这经验。哎，对，老师说的我也是我的想法哈，我都说过，我说你跟他学学看看哈，然后跟他说，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最气人的是有个叫小王的，就搞工程，他都不知道人家在哪儿，就是在一起聊过几次天，然后吃过几次饭，他就说又带着他又发财了，然后还得往里边投资多少钱，就这种的。你别说话了你，我以前就是搞工程的，没开出租车前是搞工程的，那我不懂这事儿吗？人说了，那个小卢啊，你给等着，我这份活下来签完合同，咱俩就1入5，咱俩一人一半的，投点钱，他就说啥就信不着了。投多少钱？也就10万20万的，干个小活了，搁他个手底下。你们家有多少钱？
没钱，我现在找亲戚朋友借点儿。就是在家异想天开，我说那你可以干，也不是说不让他干，最起码你现在你得一步一个脚印，咱得一步一步来吧。因为家现在3个孩子嘛，3个孩子就是天天都得花钱，各种吃喝了，各种费用都得用钱。这3个孩子1个月开销大概有多少？18000吧。那他现在赚得回来18000的吗？以前的时候可以，但是他现在根本就供不上。你们家就是靠他工作赚的钱在维持运营。对。他只要赚的少了，你这儿就供不上了，是这意思吗？是的，我就是觉得他现在应该就是每天就是正常干，然后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出去闯一闯啊。老大几岁？14岁。老二呢？9岁。老二9岁，老三7岁。要这老三咋要的不知道吗？咋回事？要第2胎是龙凤胎，完龙凤胎那个小子突然间就没了，他也挺不得劲儿的，家里瞅着他也挺难受的，说满足他一下子吧，有没有这机会再要个老三儿，让他来个小子，就这么个事儿。我承认，要儿子的时候确实是挺为我考虑的，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那生完儿子老溺爱了，就跟变了个人一样，疯狂的购物。孩子就是2、3岁的时候啊，就开始买这玩具啊，上飞机都300多块钱一个，买7、8个都买。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大车了、小车了，我家70多平房子，到处给我试了，全装玩具，就那么买。有的那车都没拆封呢，孩子都没看着，没玩几下子呢，就搁屋里边了。都是啊，买鞋一双鞋都是200多个往上的，我就这么挣钱，我能够让他花？你买那么多东西，是你3个孩子都是这个待遇，还是仅仅对这个小儿子？儿子的比较多。那你对这2个女儿岂不是不公平？因为当母亲的，就是心里边的对孩子这个本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比较特殊这种情况，所以说对我儿子可能是更关心一些。老2、老大的时候，就是我妈，带孩子都带的挺好的，到老3都不让看。都不让瞅，不让摸。我婆婆就是在农村来的，然后她也不知道消毒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他不一样，就是比较娇，更何况我家有过这种情况，然后我就拿孩子，确实是就是比较重要一些，然后我就不让婆婆带，我就让她带。哎，你是就是从生孩子以后也就没有上班，没有赚钱是吗？没有。我说那你既要求他白天上班，晚上还让他带孩子，就1个月，根本也不是说天天让他带。是啊，这月子里我带，他从来都不说晚上看孩子，白天那个开车，你这身体得歇会儿了，让你妈窜会儿。不的啊，孩子这1个月他不让穿纸尿裤，让我看着。你说这是什么女人？这是一个。因为孩子太小了嘛，皮肤也是比较嫩的，而且就是我生儿子的时候是6月份，就是天气比较热，纸尿裤吧，我怕孩子就是这理解，但你不担心你老公白天出车，晚上看孩子，这就根本睡不了什么整觉啊？就是偶尔也可以睡呀。再说他自己的活，他白天有的时候可以少出嘛。结果我这1个月他就净事儿了。孩子尿了起来就开始埋，就吵着开始就，我说你别吵了，因为他有的时候换的不勤嘛，我错了，我错了，那就是这1月挣了下来我瘦了7、8斤。你当一回爸，你值得你这么抱怨吗？我就感觉正常花的钱呢。你闭嘴吧你呀！这嘴我告诉你，搁家就掰扯不过的了啊！你必须得上这儿来。就是化妆品啊，就每个女人都爱美，我也知道，买呗，给媳妇搭漂亮的出去。不也是争光给你了，是不是？经常是买2、3件化妆品，全是牌子啊。那我不也是赶上打折的时候买吗？不也是为了省钱吗？再说你等缺的时候，你不还照常买？和恢复原价的时候还真贵吗？那我问你，现在就是这个化妆品我可以不买，然后甚至孩子的玩具我都可以不买，但正常开销呢，就是孩子正常的补课班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楼下就是补课班，我儿子7岁到9岁到那个14岁的大姑娘全补。有啥你说说我听听。哎，什么跆拳道了。什么美术了、钢琴了、古筝了，给我都补懵了。我们一直都上，因为有的时候上过几节，孩子那个不喜欢了，或者是我感觉不上过几节就不上了。停，先别说，我们那是1节课是50、60块钱，一教就是10天的。有的孩子领去了，上2节课，孩子不愿意学了，这个都不去了，人不往回返钱，这钱都瞎老了。那不是因为孩子不喜欢上了吗？首先是这样啊，我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家孩子他要是自己能有点零花钱的话，他上补课班之前，你让他去充分的体验一下，不是都有试听课吗？你让他试听个1、2节，然后问他你想要哪个，比如说3个班，我都去试听1节，让他3挑1。咱不是仨班都得去，而且要跟孩子说，你挑了这个班，你挑的啊，你喜欢吗？你喜欢，好的，爸爸妈妈给你掏，比如说100块钱，爸爸妈妈给你掏90，你自己的零花钱你掏10块，你得有代价。
你别说上2天，说不上就不上了。就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呀，或者有一些课业的这个加强学习，我觉得是量力而为的。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嘛，他现在就是不仅经济上啊，像以前那么努力了，然后就是对我也好，对孩子也好，基本上就是不关心了。比方说，就是以前哈，我俩就是刚处对象，我稍稍有点感冒的时候，他上镇里边骑那个小电瓶车，冬天特别冷，然后他也啥也不带，特别着急，因为怕我感冒难受嘛。然后他去买那个感冒药，我们离镇里也挺远，回来一看他那样，就是确实是心里边揪我。但是现在咱别说对我，就是对孩子他都漠不关心。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大女儿就是在学校吃嘛，然后就是学校临时通知了，天然气儿坏了嘛，去接孩子回来吃饭，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去接那个姑娘吧，然后那个我接儿子，他就在电话里边一顿数落我呀。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是活好时候啊，我车有人，我还直接撵去啊。我不也没有你接吗？再说早晨的时候，外面下哗哗大的雨，我也以为你就是你肯定你得主动要送，他都不吱声。我说那我忍不住了，我说要不然你去送孩子吧，外面下雨下太大了，他也不去。那个我问一下，就是自从咱们家老三出生了之后，你为自己丈夫做过什么？没有。您觉得这俩事儿有联系吗？有。有什么联系？您告诉我有什么联系？他在外面干活确实不容易，但我进过家我也不容易啊。所以你也不关心他，他也不关心你呗。虽然我没关心过他，但我感觉就是实质上他也没为我做过什么。哎呀，你们10多年的夫妻了哈，3个孩子。是，我都告诉过他，我说以前呢花钱呢，我就挣200，咱俩一起花去，我可以对你好。而且现在是不同了，现在我多了个3个孩子，这一份心分你4个上，你可以理解我的。因为他以前就像他刚才说的，虽然说挣的不是很多嘛，但是就是挣100给我100，挣200给我200。现在就是我家里的事儿，他不但不管，人家就各种理由，人送不了孩子，也接不了孩子，就各种理由。完然后钱呢都给你吗？不管他挣多挣少。要不说钱还好一点，因为有一次我发现他兜里边有500块钱私房钱，因为他以前从来不揣钱，就像我刚才说，他挣100给我100，挣200给我200，而且自己留个10多块钱、20多块钱了，抽烟了、喝水了或者怎么样，兜里从来都没留过钱，10多年了嘛，就是这1年多。然后我上2天我就发现他兜里有500块钱，我就问他，哎呀，咋有钱了呢？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忘给你了。我也就信了，过了都有3、4天吧，然后我就是无意中看他手机红包里发现了700块钱，当时我就特别生气，这个就不可能你私房钱了吧？我问他，我说你这个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到家没有第2句话，第1句话就问你，我今天跑多少钱，能给我交多少？那你这不是藏私房钱了吗？我就想问你，你这私房钱啥意思？我必须得藏点钱呢，我得藏点钱呢，钱全都花没了。我以前是啥情况到家呢？全交给他。红包里基本上就剩10多块钱，烟钱都没有。你该留吗？你名义上是丈夫，其实你就是个扛活的。老师，你算说对了，你就应该以一滴汗珠子摔8瓣，1分钱不留，全身心的把你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滴血都奉献给你的家庭。你怎么还能留1分钱呢？小霍，我说的对吗？我觉得不对。那我问一下，咱们家孩子楼下那班1节课5、60，一教10天，10天乘以5、60就是5、600。对，仨孩子仨5、600就是1500。对。你老公留了500块钱，这是多大罪过？您告诉我。他从来都没留过，因为他这个人特别本分。我就想一想，他现在是不是有外心了？你也知道他本分啊，我们听起来真的，你看刘老师都愤怒了，你这不欺负人吗？哎，但我也得帮你问一句啊，你说你13、14年都忍了，1分钱不留是吧？咋最近就不忍了呢？许我忍不住嘛，姐们儿，就想说这个，许我忍不住嘛。我的意思就是，许我出去找一小刘，找一小玩，我喘口气儿嘛。我的就这意思。咱这样吧，咱说说你们来干嘛吧。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还想好好过嘛。我们虽然说孩子多压力大，但是他要像以前一样好好干，就也可以。他说我干不动了，我不想好好过了，不过了。我也就这样式的了。那3个孩子呢？那不花了。该花呀，我挣多少钱该付抚养费我付啊，没钱上补习班不上啊，买不了飞机不买呀，不是所有人孩子都要买飞机啊，这种想法肯定是不行的。那不行怎么办？那我想大家就是让他跟他说一下，你跟他生了活了14、15年了，你都改变不了他，我们一会儿就能让他出去给你卖命去？我就想知道他现在心里边到底是咋想的。就你老公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对吧？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主动权，你还对他也不好，你想要他有什么态度啊？小年轻，你们有什么态度吗？姐姐她没把她老公当做是她的丈夫，就我感觉一点不爱他。她是不是这么多年没工作了，不知道钱难赚呀？
有的时候给自己老公压力太大了，而且本来老公也是有自己的社交的，他想赚钱，他想找自己的兄弟跟他带他一起去赚钱，他留点钱，多多少少社交也是需要钱的。就其实你觉得这个老公做的还不错的是吧？对，就是这个女人，我就感觉她花钱花的太多了，她应该就是在自己老公能承受范围内去花钱。就是他俩都觉得你老公挺好的，听明白了吧？人小年轻都是这么认为的啊！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啊？霍女士太强势了一点，你的眼里现在只有你的孩子，确实没有他。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就是开始工作？咱对于这新时代社会认知稍微有点封闭了。你换我，我也崩溃啊！他拼死拼活的不要命了，在外面赚钱，让你回来培养孩子，最后孩子也没有培养好，他看到家里一团乱泥，他人生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了呀。接下来，我觉得您的这个消费观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在你们当地的一个消费水准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丈夫出去拼命去赚钱，用心赚钱，其实应该是可以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可以，他觉得你已经盲目的在挥霍他就是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就是他叫什么血汗钱，拿命赚的钱。所以你从现在开始，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要一起共同监管账户。你们俩设立一个规则，就比如说超过多少钱，必须2个人都同意这笔钱才能支出去。你们俩要一起商量，你不能一个人做了所有人的决定。女士，你就很容易在家里面一个人做了所有人的决定，然后所有人都要跟着你的节奏走，结果你的节奏是错的。其实生命中最重要的哈，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似的，爱情保卫战，是你们俩要走到最后。真正的是个伴儿，是你的老伴儿，你旁边这个老伴儿。孩子有孩子的命，孩子的教育和教养，我觉得越是溺爱的孩子越没有出息。你现在我觉得孩子特别缺的一课，你要教育你的儿子，让他知道钱是用辛苦去挣来的。你的老公是个好老公，你应该想办法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他。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已经无奈了，他绝望了，他就只能破罐子破摔，我没办法，反正我就这样了。那么翻过来，我也要说，这个老公，你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方法，因为在生命中，你会在各个阶段碰到各个阶段的问题。人生的命运线是抛物线的，不是说永远都是越来越好，你总有下坡的时候。那么现在是你事业下坡的时候，你是一个男人，你本来一直都在担当你这个家，那么我觉得你更重要的是，我更勤奋的去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用你的责任心，用你的爱心来感化你的太太。首先肯定一下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我觉得3个孩子的母亲也很不容易，3个孩子的父亲也很不容易。还是一个家庭，还愿意为了解决家庭的问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都是善良的人、有爱的人、愿意负责任的人。但是确实现在家庭出现了这样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有你们自己的问题，有你们受到周围人影响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但是既然遇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谁也别埋怨谁。老公你也别埋怨太太说这么溺爱孩子，这么无底线的消费，你惯的呀。你是家里边掌舵的男人，赚钱的男人，你惯的呀。就他一个人惯儿子了吗？你没惯吗？你要硬气一点说，买什么飞机？我的儿子是用来长志气的，是用来学习的。你也没教育呀，这个教育当中你没缺失吗？所以你惯的吗？对吧？要不然我刚才老开玩笑说你宠了10几年了，你今天突然变了，人家不接受了呀。但我始终认为你们俩之间还是有很深厚的情感和责任在的，所以才有今天闹成这样来我们这儿吵。所以那我们把责任划分一下，母亲培养孩子、陪伴孩子多，父亲需要更多的赚钱。你就别再等着天上掉馅儿饼了，小王小刘的，咱放松一下，出去娱乐一下可以了。先好好赚钱，机会来了咱们抓住。你的责任，老公钱都交你了，您规划规划呗。咱还得有点积蓄吧，能不补的就不补了。谁说孩子一定补课才有出息啊？你们留点自己父母老了给他们养老的钱，留点自己将来老了该攒的钱，别乱花钱了。想要教育出好的孩子，首先父母得相爱，他们内心才有安全感。天天妈妈数了爸爸不赚钱，爸爸不回家，不给妈妈安全感，那孩子能教育好吗？你俩相爱才是言传身教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赶紧把你们之间的感情也看一看，你关心一下老公出车回来累不累，咱给补一补，稍微弄点好吃的给老公收拾干净利索了，
你也爱他一点儿。你的孩子会长大呀，他们长大了都会离开你的，该结婚的结婚，该离家的离家。你有啥呀？你就有个未来的老头儿陪着你，你也多关心关心太太，在家带孩子不容易。空了，路边看到有卖花的，咱支援卖花的小姑娘，3块5块买朵花回来哄哄媳妇儿，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想想你们当初那么不容易走到一块儿，生了3个孩子，再想想未来几十年我们要过的生活，没啥过不去的，不就是现在眼前这个坎儿吗？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度过，修复一下感情吧，加油啊！他是牛马还是人？是人。他在咱们家有什么人的待遇？没有太明显的。我就跟您说这么件事儿吧，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在外头跟人家应酬。他在外头应酬的时候，他也知道人家挣着钱了，我跟人家在一块儿。你以为一个这岁数的老爷们儿，你陪我会儿，你陪我会儿，我们哥几个给你凑钱回家跟你老婆交差去，多没面子。对，你觉得他有面子吗？没有。他就是找地儿躲着。回到家就是你居然能留500块钱，回到家咱们家孩子下月还有一个补习班的钱，你是不是给挣出来？他就是找一地儿藏着去了。你们不是说现在挣钱容不容易的事儿，你们现在是这个丈夫在这家没动力了。您别那么大喘气儿，我要是你的话，就现在我就试着跟自己的妻子说句话：我们不是牛马，我们是人。我不想跟他说啊，我现在啥都不想跟他说。你试着说一声，总得试试。您还愿意试试吗？我不愿意试。不愿意试了。你不愿意试一试啥意思呢？那要不您试试？可以。就是你在家，不仅是你自己躺平，可能也是我身上的原因，我的语言呐，然后行为啊，也可能就是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以后尽量理解你一些。丈夫觉得中听吗？舒服点吗？你感觉他能变吗？他肯定没法是立刻就72变，这事儿他有一过程。我觉得可能啊，在你们没有来我们这节目之前，你妻子还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她觉得你是男人，不就应该当牛做马，养活你3个孩子吗？对，到家就是陪好生的。但是今天我觉得老师们说了，他多少会有些触动，原来日子不是这么过的，这样过下去我就没有好日子了，我老公彻底躺平了，我们娘4可咋办？我觉得他有了这个危机感，人有时候有危机感是好事儿，要不你老觉得特安全，我老公就应该伺候我。没有理所应当的事儿。另外，咱们家孩子就是能不能让14岁的姐姐多管管7岁的弟弟？别补习了，姐姐给弟就是弟上课。14岁的姐姐要是能愿意管管7岁的弟弟，这个大姐也会越来越有责任感的。对，行。我为什么这个建议呢？您能腾出点时间来，咱是不是回去重新接触一下社会？行，我回家考虑一下。对吧？也别都交给他一人儿，万一有一天你比如说开车腰椎间盘一突出，他要歇个1个礼拜，说缓缓，咱们家也能有进项。行，你是真行是吗？真行。哎，我觉得妻子还有点变通的能力哈。其实我倒没在听妻子说什么，因为她答应都太痛快了，而且她答应的没有力量，就什么事儿都可以答应。然后呢，其实你一直在整场都在虚张声势，你离不开这个家，你也离不开他。但是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老公你在想什么？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你留了不止500，你还留了一个700，巨款，你要干什么？要造反！我得留点钱呢。他这么花下去，你说我出门之后，就是他1分钱都不给我，这出租车一天200-300公里，哪有哪个零件都这人都得坏的时候，别说出租车了，我得修车呀。修车。我有一次爆胎了，搁道上啊，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媳妇儿啊，你赶紧给我打点钱，我车坏了爆胎了。他可倒好说啥，你是不是又出去玩去喝酒去了吧？不信任啊，不信任。结果我冲我朋友打电话，我说赶紧的给我转钱，我修车去，就这似的对我真没面子。哎，所以你准备这些钱也是为这个家，我得攒点后路啊。他全花没了，结果哪天孩子生病感冒啥的。明白，都明白。我出一招，看合不合你的心意。从今天开始，你来管钱，甭管是出车的钱、修车的钱，还是孩子的费用，你来管。行也行。妻子答应吗？他管也可以，但有的时候因为那个老师群啥都是我联系，我怕有的时候就是没关系，他管不是说你不能用，不是都要他去花，他来操持这个家，因为他现在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呀？再怎么努力，永远赶不上您花钱的节奏，因为这个就像一家公司哈。这个老板啊没用，不给优秀员工支持，反而一直这优秀员工这个月
表现不错，好，下个月给你增加目标，下个月达成目标再给你增加目标，他永远得不到正向奖励，反而觉得被你利用，而且在这个公司里头没有价值感，没有存在感，他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人，他是一个透明人，他不仅得不到奖励，还得不到认可，他会被老板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你为什么达成不了我定的目标？请问定的目标合理吗？所以他在质疑你，所以他要辞职了。他不干了，我不干这家公司，你能不能干？你也不行。所以现在咱们移交大权好不好？让他规划，让他理解这3个孩子，这个家用应该是多少钱，然后你们画一个预算，然后该你花的你花，他当这 CEO， 行不行？行，那这个家你真正来做主，咱试试。所以这样我觉得就能把你们的状态给调过来，我们试着往前走。3个孩子毕竟需要你操心的，你也很辛苦，但是你的苦他不知道。他的累，你不能理解，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各自的伤痛去伤害对方呢？好不好？试试我说这招。你老公这1年发生这个变化，和他结交那些朋友有关系。我劝你一句啊，人家是赚得盆满钵满回来放松了，人家来休闲了、娱乐了。你现在家庭负担这么重，我建议你和这类型的朋友可以少接触了。你心也有点飘了，你留那钱干啥呀？不就觉得自己哥们们，我吃点喝点，我自在点呗？咱3个孩子不是自在的时候，你还真得忍忍。要交朋友可以，带着妻子带着孩子，咱们家庭聚会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你和他们混在一起能混出啥来呀？人真给你生意吗？还什么有缺位让你去干活？你要真的是块金子，适合网络上面的工作，他就把他的现有职位踢了让你去干。都可以，咱不是干这个的料，你也收心吧，行吗？知道你累了，放松了，咱收心吧，好吧？不管是你管钱还是妻子管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是你家现在急需的任务。以后你们夫妻俩50岁以后且有休闲的日子呢，天天打麻将喝茶没问题。我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呀？有点这意思。行吧，你听懂了吧？你让他放松1年，他收心。咱好好过日子哈，行，你俩也回去休息休息，好吧？咱听听小年轻他们的事情。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刘，21岁，来自安徽，学生；小宋，22岁，来自安徽，实习。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俩在感情中存在什么问题？他太不老实了，跟身边异性都没有一个边界感，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都快崩溃了。他总拿我跟他前任做比较，我很冤，然后对我不信任，控制欲极强。希望对方为你做出什么改变？对我一定要忠诚加真诚，做事成熟一些，不要两头瞒，多为我着想。给我留一点私人空间，少一些猜忌，多一点信任。我觉得这才是2个人恋爱的基础。哎呦，这是干啥事儿了？还两头瞒啊？瞒谁了？这2头都是哪2头啊？他一边说着我瞒着他，另外一边又说我瞒着我父母。看来还挺复杂的矛盾啊。谁先说呀？你们俩讲讲吧。其实我跟他谈了有1年多吧，就是他的堂姐也是我闺蜜介绍我们俩认识的。刚开始谈的时候，我感觉他都挺好的，而且他的外形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但谈到后面就发现小奶狗这种类型异性缘很好，没有什么边界感。我有一天拿他手机安装一个 APP 嘛，看着一条消息弹出来，上面说我做梦被吓醒了，我梦到了啥啥啥。我说是谁给他发这种消息？我点开一看是个女的，我往上翻那个记录，她把记录给删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想过她是不是出轨了，我就问她这女的是谁，为什么给你发这种消息？她一把就把手机夺过去了，说我窥探她隐私。对啊，他要看我手机跟我说就行了呀，为什么在那偷偷看呢？他要看我的手机，我又不是不给他。所以你首先生气的是他偷看你手机。对。那究竟那个半夜吓醒跟你汇报的女生是谁？他说是他表妹。对啊，那就是我表妹啊。我这个表妹，她今年不是高考吗？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说高考完以后问我一些填报志愿的事情。这是真表妹还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表妹？是真表妹，她就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谁会跟一个远房那个亲戚发这种消息这么亲密的？我跟我堂哥跟我表哥我都没发过这种消息。哎，就她堂姐不是你闺蜜吗？对呀，你跟你的堂姐落实一下不行吗？我问她了，她也不认识，但是他们后面就是自己去找。她堂姐说好像是有这么个远房的表妹，确实是表妹啊。对啊，就是一个远房的表妹。很远有多远房？
出五福了吗？就是我一个表姨的什么女儿吧，反正什么女孩？表姨呀。通常我们说表妹哈，是我姨的，就是我一个姐妹的对孩子，那她是你表姨的女儿，这些关系我也分不清，反正我知道，反正她就是有个表妹，年纪比我小一点，就离得特别远的表妹。对，我当时想着我就是亲戚之间帮个忙，她就是太敏感了，连这个事情都要跟我吵架。为什么你要把前面的信息给删掉呢？就是我删掉是因为她在我这里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就是我只要一跟异性聊天，她也会跟我吵。就比如我前段时间跟我同学聊个学习的事情，她连这个都跟我闹分手。主要是同学录里面女生太多了，今天上什么课呀，都要去问她，怎么不能问她的好朋友，非要来问她呢？那就是呀，不问她的好闺蜜，为什么问个男生啊？我也不知道。她就是什么中央空调，她对每个人都很好。哎，那有很多男生也问你女朋友说今天上什么课，或者你吃什么饭，或者我半夜梦到一个很害怕，你接受吗？我应该也会问一下她跟她男人什么关系吧。所以也觉得不是特别正常，是吧？好，那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什么事儿吗？她总是拿我跟她前男友做比较，就觉得她前男友哪里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也会这么做。而且她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总是说我花心，就特别的约束我，就感觉不让我的世界里有任何的异性的存在。就比如我过年的时候想养一条小狗，她说你领养可以。你只能领养公的，不能领养母的。我当时感觉莫名其妙。姑娘，这是什么逻辑啊？那你说，那异性相吸吗？那小狗肯定黏它呀。我就看着不舒服。你怕养一个小母狗更和它亲近哈？主要是他认为这些是约束。如果一个老实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约束吗？他就不老实。有一件事儿跟你们说啊，上次放假，他说他要去学车，然后我说好，那我以后每天就去陪他去练车了。他那是陪我学车吗？他那就是去监督我。就是监督嘛。他就生怕我跟别人做了什么，就比如我去学车的时候，那车上要是有女学员，他就不让我跟他们一起学，这些东西都是教练安排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我在他那个练车群嘛，我就看到那些女生，我特别讨厌那些女学员，天天在群里面说啊有没有单身的小哥哥呀，来一起出去吃个饭、喝个酒、蹦个迪、谈个小恋爱。你说那些单身的男学员回复就算了，他在群里面举手。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想跟那些女的出去吃饭吗？谈个恋爱吗？就在我眼皮底下干这种事情。我们那个学员群里都是我们学员，他非要进去。我说你进来干嘛？他说了解一下我的行程。我要不拉他，他跟我闹分手。而且他进这个群不就是想看到我跟别的女的有什么吗？那我就给他看好了。我那想着给他开个玩笑，谁知道他这么敏感，一下就炸毛了。知道你女朋友敏感，怀疑你，你咋还刺激她呢？这是啥逻辑？对啊，因为我前2段感情都是被我前男友给绿了，所以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他还干这种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临时有事没去陪他去架上练车嘛，那天又突然下雨了，我就说，哎呀妈，下雨了，赶紧结束我手头上的事情去给他送伞，怕临时生病了。我老远就看见他从那个教练车下来。跟着一个女生，那女生身上穿着她的外套，哎呦，然后那女的还给她打伞，两个人挨可近了。你想打伞的距离多近啊？你为啥给别的女生穿你的外套啊？当时那天他又不是不知道，那天下那么大雨，教练车上就只有我、教练和女学员那3个人。我本来还不想给他的，我想着他肯定会生气，但是这时候教练突然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看人家女孩淋成那样都不给他。”教练都这么说了，我又不好驳到他的面子，我才把外套给他。而且这外套又不是什么贴身的衣物，而且我这就是一个学员之间的普通帮助一下而已。那我连他微信都没有。你看我跟他说什么事，他都非要跟你争一个输赢，就是不让着你说话。行吧，除了女生多疑敏感，因为以前谈恋爱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其他方面呢？你们相处的愉快吗？其实平时都还好，但是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2头瞒嘛，我前面提了，他喜欢说谎。因为我现在已经毕业了，刚刚在实习，然后呢，他还没有毕业，他说明年毕业，他说明年去考研，想考回合肥，跟我结束异地恋。然后我就很开心，我特别感动。那我说这考研是好事儿，我找我哥哥要复习资料啊，做很多功课去帮他。对于他父母也是知道我们俩感情嘛，我就想展现出我最好的一面。他爸妈开饭馆，我就去他饭馆帮忙啊，经常去，所以他妈特别喜欢我。对啊，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我妈经常在我面前夸他，说他会生活，就是很贤惠什么的。那他还有什么不满的呢？主要是后面有一次，他妈叫我到他家吃饭，我打扮得非常正式，非常开心。冷不丁在饭桌上，突然他妈来一句：“明年该结婚了吧？准备生几个呀？生2个吧，要不要生一个儿子最好？”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是明年他考研，而且我现在才22岁，就是太遥远了。结婚生子对于我来说，我就给他使眼色，不让帮我说话。他说是，明年结婚生子，他没有帮着我说话。我本来就是一个外人，他还不帮着我说话。那考研和结婚也不冲突呀。我考研确实没有跟我爸妈说，我不是想着等考上了给他们一个惊喜。这要是没考上还提前跟他们讲，那他们心里不也很失落吗？而且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
我父母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想着我们早点结婚了。那他不想早点结婚这事儿，他跟你说过吗？说倒也说过，但是我妈妈他们也是好心问一下而已。我爸妈不是想我早点结婚，帮我带带孩子吗？给我们减轻点压力。我父母思想就是比较传统。但是他呢，他现在就把未来全盘否定了，说自己不生孩子，丁克。那我很久之前我就跟他说过了，我不想要小孩，因为我从骨子里我就不喜欢小孩。本来生育对于女性来说，肥胖呀，然后妊娠纹，我就爱美，我就接受不了。然后呢，生小孩的时候很痛苦，生完之后还有产后抑郁，然后还有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一些损伤。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男的在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还出轨。你说这要摊到我身上了还得了？别的男的出轨，我就一定会出轨吗？就很大概率啊，就是没有安全感，他怎么能让我放心呢？不是姑娘啊，你说的那些我认为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咱们出门走路摔一跤还有可能摔骨折呢，咱还走不走路啊？咱不扯那么远，就扯你们现在的感情。这个结婚生子是水到渠成，你今天叫着说我绝对丁克不生孩子，也许有一天，哎，你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你自己巴不得想跟他生孩子呢。我这是假设啊，咱不去做那些还没有想到的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现在就去做假设。他连毕业还没毕业，工作还没有，这八字没一撇呢，想那么远有用吗？对呀。对呀，既然你们两个都说对呀，这一点应该是取得共识了呀。对呀，你就让他妈随便说两句，你们结婚吧，生孩子吧。但是你俩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是你们俩自由吗？咱能不能一步一步来？你走还没走稳当呢，就跑起来了。对啊，我就想着这些事情不可以慢慢来吗？我想着事情不能就这样下去，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想去哄他，让他原谅我。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哥就直接把我撵走。他哥不是那个健身教练吗？特别壮，我看着也害怕。我想着等哪天他哥哥不在的时候，我再去找他。然后过了几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在楼底下喊他，我嗓子喊破，他都不理我，打电话也不回，发消息也不回，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楼上给他敲门。你在他们家楼底下喊他，喊破了嗓子，扰民，你知道吗？那你敲门，他开门了吗？我敲着敲着，两个保安突然过来把我架走了。是啊。我要是业主也投诉你，我好不容易睡个午觉，我招你了我。那咋和好的呀？那干脆分了算了呗，怎么又和好？今天又一起来了呢？我妈现在也知道这事儿了。她不说这事还好，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谈恋爱，她爸妈都不知道。她口口声声说我对她不真诚，难道她就对我就真诚吗？我感觉我不告诉父母很正常吧。的确，我没有想过这么快结婚，我想着以后再说，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大家人尽皆知了，没有一个好结果，不好收场。哎，小宋，你爱他什么呀？你爱他什么？就是我以前谈的每一段感情都不好，然后呢，其实他很老实。他刚刚谈的时候，他追我呀，他每周他不是在别的学校嘛，他在外地，他每个次来看我都会带一束花来。他是很注重仪式感的一个男生，很细节，他什么都懂。反正我对他一直都很好的感觉，就是特别喜欢跟我拌嘴。非要去争一个输赢，很幼稚。但是你总在怀疑他呀，他没有给你一点安全感。我就容易吃醋，我没法看他和别的女生正常。就不是他不给你安全感，不是他值得被猜疑，心理有问题，是你自己没给自己安全感。这遇到谁你都会觉得不安全，和他没关系啊。所以其实女孩我觉得还是喜欢男生的，可是自己内心的伤，或者是说现实的情况，你也挺迷茫的，是吗？对，我就感觉应该走不到最后，没有未来，因为他们家一定要生小孩，我肯定是不会生的。虽然说这个东西很遥远，但是我一下就看出来，我们以后就不可能结婚。我真的觉得你们根本就没到探讨这个的地步。你女孩，你就是透支未来的痛苦，你到那个份儿上了吗？你预知那些痛苦干嘛呢？其实我现在也是不想要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变化。你这个说的其实也是实话，太年轻了，我没有办法去预判未来的生活。我要是没有能力去抚养，我肯定不会生小孩的。所以你们今天是谁要求了到这里来的？我。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怎么看好像都是到不了结婚那一步。我怎么总觉得这个女生啊，她总觉得爱情是不能给自己幸福的。所以姑娘，真的，你们俩之间的矛盾不是说那么遥远的将来生不生孩子，是你在爱当中你体会不到安全感，是你觉得所有的爱是绝望的。我觉得你现在根本不是爱，你是一种占有欲，你是觉得我在前面都是被人家给绿了，那么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一个，薅住一个。哎，你们这对夫妻有认真在听他们的故事吗？还是在思考你们
们未来生活规划呢？我刚才听了一下，我感觉就是这个女孩就是更爱这个男孩多一点。其实也可以理解，如果她说的是真的情况下，说2个男孩都给她绿了，她这种心理也很正常。但是她多少有点对这个感情啊有点扭曲。但是作为过来人，我感觉这个小男孩长得确实挺精神的嘛。就是你这点应该跟那个大哥学一学，就是通讯录里边这些那啥了，或者是单身举手了，你这个太不行了。哦，你老公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哈。你家大哥通讯录里没女的呀？肯定是有的，但是没有说像他的这种说我单身呐、怎么样这种，不开这种玩笑。以后就结婚了之后肯定是不行的。啊，2个人就这样，谁都接受不了。是不是你家老公挺好的？啊，挺好，确实挺好。老公有什么说的吗？我感觉这女孩心也太细了，赶紧分了得了吧。你就到结婚那天也是，那父母也不太同意的，不要孩子谁让他同意？那老师们看到了什么哈？帮2个年轻人怎么去做一下疏解？先说小宋嘛，宝贝儿，就是你太不自信了。过去的那2个男的，你就当他眼瞎，你没有必要通过任何的方式来证明你值得被人喜欢，你值得被爱。也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男孩子每个礼拜给你送一束花，你就爱他爱得不可自拔，那你的爱也太轻贱了。你是一个可以发光发亮的人，未来的人生会非常精彩。至于你所谓的你想不想要孩子这个事情，不要拿到现在此刻这个命题来聊，这个环节不适合。你要不要孩子，你现在也不需要跟他商量，你现在需要跟他商量的是我如何给你一个健全的爱人。你们俩现在只是谈恋爱，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对方的父母，不管他父母说什么，至少他对你是一种肯定，因为喜欢你，因为接纳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发言。好，接下来说男孩子，你确实挺没有边界感的，一男的。你明明有女朋友，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人误会的，他都不知道你对他是否是真心的，你还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父母我们在一起？他去告诉他的父母，他看到你在群里面举手说自己是单身吗？你这个行为你自己自洽吗？你的逻辑，你不要对他造成了伤害之后，每次你去弥补他，然后你去做一些那种自我感动的事情。啊，我在楼下去喊，我去干这些有的没的事儿，你演偶像剧呢。你要真正做到的是让他觉得，哦，我们2个是有未来的。他今天来这的诉求是什么？他不知道跟你是不是还有未来，自己也挺幼稚的啊！不要老说什么他那个什么占有欲强什么之类的，很多层面上也是被你逼的孩子。你首先你要自信，你看你那么漂亮一个孩子，是吧？那么优秀。也很善良，不要先还没怎么样，我就前怕虎后怕狼，怕一堆。你先要把这个克服掉，因为你现在太不自信了，你永远在怕，你永远在怕。你看你现在一直你在否定这段感情，你说我知道我们俩走不到最后，我知道不行，我知道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去走呢？像你真正你心里内心的感觉是你知道这些，那你就放过他。你现在又不敢去爱，又想占有这个人，又想锁住这个人。这种念头是不对的。你这样的话，你就在爱情上面你得不到真心。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你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但是我是觉得你的这种爱情观是需要改变的，要不你还会受伤。这个小男孩也是啊，你明明知道他受过伤，但是你那种做法，真正的要是谈恋爱的当中，要是我男朋友这样，我也不能允许。我有的时候也是一时冲动，就是事后做了，也感觉自己做的不对。我们已经跟他聊了很久，他走不出原来的阴影，他是有问题的。如果他现在是这样的话，你能接受他吗？你今后如果跟他好了以后，他可能你跟任何一个女性接触，他都会有问题。你能容忍这一切吗？可以。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跟他勇敢地走下去，你好好的爱他，多给他的爱。我希望你用你的爱来感化他，能让他改变，能让他走出心灵的阴影。姑娘，你觉得未来是注定的，还是未来是可以改变的，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你认为未来是可以改变的，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为什么你不相信这段爱情就是你的真爱呢？是你感觉到了一些不愉快、不舒服，你觉得他有些问题，但这个问题一定指向的就是将来我们肯定走不到一起吗？他就不能指向说我这么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把不好的改变了，我们指向一个好的未来，不能这样吗？
能。你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是对的。一个男生，他把自己的外套托给一个女孩，两人肩并肩撑一把伞，换成是我也受不了。感觉没错，但是这个感觉，他就一定指向他未来会背叛你吗？他也不是一个爱情老手，他也不是一个骗子，他爱你，但是他有一些边界感还没有建立，我们就没有能力说互相滋养着对方，成就着对方，把我们良好的边界感建立起来，我们奔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吗？我觉得你是一个太在感情当中悲观的人，你如果不调整，我觉得你拥有不了幸福的爱情，更别说结婚生子了，因为明明一段好的姻缘的开始都让你自己毁了。这是要调整，人生真要走在一起，那是几十年的事儿。但你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段关系，如何能好好的继续啊？男生，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子，可能从她的成长，包括她的恋爱，她有点像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以前可能别人去让她不愉快了，她应激反应就是所有人只要来到我身边，最后都会伤害我。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她就10几年、20年一直都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我因为喜欢他，所以要气他，我要故意举手说我是单身，我因为喜欢他，所以我怎么样。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宽厚的胸膛让他靠，他才能慢慢放下那个对情感的那种恐惧和那种悲观的指向，才相信爱情。他不相信爱情，对。所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要考虑哦，否则你俩是一起拖的进入那种爱情的泥沼，他痛苦你也痛苦，然后一锅粥，最后影响了每个人的爱情观。我愿意，愿意，对，他是愿意。这事儿多过瘾呢！我跟你说，就是我老觉得这事儿吧，没有高低对错，关键是他得匹配。他俩匹配是吗？特匹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了，你就比如说，我反复跟你讲，我的前男友都对我特别不忠诚，所以你得对我无限忠诚。如果一个成熟的人立刻就开始对峙了，前男友对你不忠诚关我什么事儿？你为什么把他们对你的不忠诚作为你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依据？我对你忠诚，我一定要特别忠诚，我非常的忠诚，我努力忠诚给你看。所以匹配啊，谈恋爱刚1年的时候，我要丁克一辈子。不，我妈妈真的好想我有一个孩子，其实我也不想啊，我好矛盾。谈恋爱才1年，说这事儿特别早，但关键是你们俩都说的好过瘾，像真的一样匹配啊！所以这事儿没有高低对错，这事儿只有匹配不匹配，你们俩绝配，一定要好好谈下去，好吗？就是你们2个绝配的地方，我说过了，里面当然夹带了一些私货，就是我个人的价值观。我依然要说，既然朋友圈相互重叠，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我的2任前男友对我都不忠诚的时候，有可能你需要这么说。你这么说之后，你就有依据，你第3任男朋友他就应该无限忠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公开说的时候，就是您一说我一听，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所以您的这个指控呢，我真的要跟你的2任前男友说，这是他个人表达，好吧？这有可能是技术性操作嘛，我们需要这么说嘛，我理解。他就是绿了呀！你要说什么？他说就是被绿了，就是这样。哦，就是被绿了。这意思就是，小刘，你可要救我。他们2个都对不起我，你可要救我，难度可高了。就是被绿了，你觉得他和你前2任男朋友有没有相似之处？异性缘好。哎，你看啊，你就吸引这种体质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索取。他们就闻到你身上有他们熟悉的味道，所以他们找你。你一直都想在他们身上吸取什么呀？安全感。恰恰他们是最难给你安全感的，不是不成熟，哎，就是外表很吸引异性，同时呢和异性有没有边界感？为什么？就回到一个话题，历史是可以影响未来的，但是历史绝对不能决定未来。你之所以说我丁克，那可能是大概率和你原生家庭，你跟自己父母关系就没有处理好，你认为你也不可能处理好跟自己下一代的关系，你想要坚决的要安全感，绝对安全感，可你偏偏找的是什么？找的是很容易出现安全感方面的问题的人。你到底在要什么？你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我被绿了，我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的现任一定要更大限度的来保护我的安全感，否则你就是不对的。所以你把自己
摆在了一个特别容易被伤害、特别敏感、特别难相处的这么一个关系里。这就是你被历史贴上了标签，或者说你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它将会影响你的未来。你觉得他没有安全感，那是因为你在这关系当中你没有付出，你只有索取。你要对方怎么做来证明你对我是专一的，可是你给到了对方什么？你满足他的需求了吗？你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当这个小伙子在院里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是没有听到吗？当他被保安带走的时候，你作何反应？其实你很想突破、改变历史，但是你总是在被历史困住。所以真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索性不想那么多，不想那么多历史，也不想那么多未来。现在你才是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去尝试、去突破、去在体验当中找到自己，而不是一直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我是缺爱的。同时啊，小伙子也一样，你不注意边界，尺度感差一些，这是你不成熟的表现。你内心可能并没有真的要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实际上你伤害对方了。所以说我们要多为对方去体谅，同时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一开始你不服从他的管理，他现在可能不会这么越陷越深。你是在娇宠他，但那不是爱。那究竟你们接下来何去何从？还是听从你们内心的选择？好吧，我们请两组嘉宾都先回到我们的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收看我们节目完整视频呢，还可以通过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来收看完整的节目内容。好了，我们看看第一对夫妻他们呢是怎样的选择，请开门。表情感觉放松了不少哈，手拉手出来了，手出来了，来说说呗，达成了什么一致？我们俩就是决定，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就是分开嘛，然后我就是自我检讨一下，然后以后就是自己省着点算着点花，然后多关心他一下。哎，我们感情是没问题的，以后花钱这方面对我好点也是没问题的。那你对人家准备怎么着呢？那必须得好啊，跟他一样干呗。好，加油吧啊，抱一抱吧。你俩多抱抱，就啥事儿都没了啊。谢谢你们两位啊，加油吧，再见，再见。这10几年的婚姻遇到沟沟坎坎很正常，但是1年多的爱情，现在就过得很痛苦。但他们的选择是什么？这年轻人自己可能心里有自己的判断啊。来看看我们第2组嘉宾，他们的选择是，请开门。不会出来了吗？我觉得会出来吧。会出来。会出来。呀，这还笑呢，还挺幸福的。对啊，你出来干啥了？你不是说都没有好结果了吗？说以后的事情慢慢看，是不是能改变呢？哦，其实我刚才有一点想反驳那个雷老师。就是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跟别人玩心机，就是想着以后不怎么样，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如果谈恋爱，我就好好谈，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努力完成对方的要求。对，那你专门气他？没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聊啊，小伙子，我特别荣幸你能出来反对我一下。就是接下来啊，咱们这恋爱要想好好谈，有俩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接下来半年，咱们好好去玩，比如说一起去看演唱会啊，一起去旅游啊，好好的玩，这是一种接下来好好谈。还有一种好好谈，我们要用接下来的半年的人生上升到哲学层面，好好讨论讨论，我们到底以后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两种好好谈。那我觉得其实还有第3条路啊。你说我如果现在去玩，那我的前途怎么办？我觉得我去考研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另外一种方式。对了，特别好。如果我现在去讨论那个生孩子的问题，我觉得也太早了。特别好，我特别开心您反对我，特别开心。还有你刚才答应我的哟，你要好好对他，因为他受过伤，你一定要做到。
对，就是其实我心里知道，但是我就感觉有时候自己比较幼稚。好啦，姑娘，以后不要再说自己前2任怎么样了，不要再也不是什么说了光彩的事儿。小伙子这么好，对呀，所以你看，珍惜眼前，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对，只要我们努力今天，是不是？你俩别哭了嘛，这眼泡，你们好好抱吧，抱抱。哎呦，这委屈的，哎呦，爱的，还是爱的啊，是爱的，还是爱的，有难受。哎呀，特别好，别上楼下喊了啊！哎呀，我们看到你们这个爱的小火苗在这里燃烧，其实还是挺感慨的。就珍惜眼前哈，慢慢成长，也不对，快成长，携手前行，好不好？对啊，再见吧，谢谢，祝福你们。哎，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小女生今天能够在这个眼泪当中学会用自洽的方式去生活，他们的爱情可能就更顺利了啊。对，希望他们都开开心心的吧啊。还有就是把这个该考研、该工作的安排好，别一头扎到爱情里边，人生还很广阔的天地。那也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